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抗叶鼎志的围杀之阵，这些名字我都曾听他提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没想到暗河之中，居然藏有雷门的这些事物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全都装满了，所以打开这道门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四面墙，连同这大门，都是以六合精铁所铸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门也得小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三个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那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种奇毒，里头还有一条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的被放倒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剩下一道门中，应该还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。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便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。佛挡杀佛。唉，难怪这柄剑能搅动这么大的风雨。可这里是当铺，不是钱庄。聪明。很多人见到这一屋子的财宝，怕是心底里早就荡开了花，谁还会在意那些个细节？既是当铺，那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代价，起码对我黄泉当铺来说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这些东西的代价，其实你们早就开始偿还了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当铺之中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当年提魂殿见到你们二人，我便说应该把你们都杀了。哼，可我也说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危险，才有将他们留下来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等你们许久了，今日见到了暗河的宝藏，又见到了你们，可谓是没有白来。夜魔掌，退！这样的功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，你早就偷学了。那你们赶紧下达诛杀我的手术，看看还有谁能听从你们的命令。黄泉当铺之地，也不是让你们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也不是为了打架的。王掌柜，你怕是有些话还没有同他们二人说完吧？这不是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你们来了吗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中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么信物？这个，正是这个钥匙，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个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
难怪提魂殿三关始终能够凌驾于3家之上。这是一份要求。莫不成三关中有人要成婚？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们说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帖子中的那个人，二位需要见一下。我们要建立什么，和其他人无关。天真！只要天启城中的那位愿意，一个念头，就能将这所有的宝藏全都摧毁。想必你们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吧？你说的那人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，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。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知道答案。你就收起你的研魔掌吧，在黄泉当铺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。禀殿下，方才教坊司中出现械斗，双方分别是尹宗的三官和苏沐雨。随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赶到，但为时已晚，地官被苏沐雨所杀。苏沐雨中了醉梦蛊，已被尹宗带走。影宗那帮废物，居然也有得胜的时候。我们与影宗合作，不过是把影宗作为暗河的磨刀石，覆灭影宗，同时为了暗河这柄更锋锐的刀罢了。但是三官武功很强，不逊色于暗河家主，只是他们之前的态度似乎并不想与暗河发生正面的冲突，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这隐域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力，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，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三关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关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什么人？不愧为暗河的大家长，居然能瞬间察觉到我的到来。你是谁？影宗，乌鸦。知道大家长入了皇城，特来一见。苏沐雨呢？他约我在此相候，为什么他人却不在这里？你想见苏沐雨？当然，他是暗河苏家家主，是我苏昌河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就算我失去这个大家长之位，我也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们若是敢对他做什么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到底。哼！大家长不必如此紧张。苏沐雨现如今正在隐宗宗门做客，一切无恙。只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说话！只是什么？只是从客人变成主人，或者从客人变成犯人，一切
都由大家长的诚意决定。我的诚意，想试探我的诚意，是一件很没有诚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一直所做的，不就是世间最危险的事吗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我都有点开始欣赏你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大家长取下琅琊王的人头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点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主攻击的斩怀剑，主防御的秋风落，再加上主偷袭的白袖剑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不愧是纸伞鬼，竟没过几招就看穿我的剑阵组成。不过你忘了，还有一个我在阵外观察着你的每一招，局外人总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；母痕，正北修门；母凤，刺探西海。三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竟是出自吴建成！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这场杀局不能让雪薇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定是死也要护住苏沐雨。哎呦，把她骗走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魁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青阳兄，5个木家的鬼，外加1个木白，1个木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昌火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手淫，淫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穆家7个鬼，
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？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狼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任务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两个毕竟也算是萝莉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两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哟，穆家这几个鬼里面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闻哲叔大名，就算不能打，也要假装能打呀。哎呀，这样子就难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小圣医，又见面了不？苏家苏哲，奉老爷子的命，来送小圣医归西。归总部，狗东西！你究竟是哪个？我是白鹤怀，药王谷的神医啊。你母亲可是姓温？你刚才使用的鬼重步是我改良过的，普天之下我只教过他一回。是，那又如何？苏哲，你和白神医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要你管啊？好，我不管。来啊，动手！都给老子滚！苏哲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母亲的名字可是叫温若锦，小名阿鹤。是。那你是？我都还没来得及帮你起名字，贺怀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，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白鹤南飞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！你母亲在起名字这方面确实有天分。比如，狗东西。是啊，比如狗东西。原来他说的是真的。有没有受伤啊？苏哲，你竟敢与外族之人通婚！是有人子，违背族规，你和这个孽种都该死！批发，整个安河都开始霸道杀大家长了，你跟我这个讲屁的族规！老子在外面找了个漂亮女人成亲，生了个宝贝女儿，你就在这个喊我坏了族规，那你呢？霸道杀大家长，不给你个凌迟处死都亏了！你，哼！吴越啊，我没想到在这个碰到我的女儿，帮我忙。我想跟我的女儿讲句话，不想挨你打搅了。明白了。真是意外的重逢啊！哎，要是站在这刻的是你的母亲就好了。
女儿就不行了吗？女也好，要是老婆的话就更好了。老婆再好，你不还是一次都没有回来？我不回来那是为了你们好。我看过大家长的记忆了，他明明给了你自由。是啊，他出去了我亏的成本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满心欣喜地去了文家，但你的母亲还是患上了不治之症。你那个外公把我赶了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是再靠近文家，靠近你一步，他就杀了我。当然，我是不怕他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要是留到你的身边，确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。狗东西！喂，狗东西是你母亲喊的，你啷子也要喊我声爹嘛？狗爹！啊，得，哎，狗爹也是爹。你还杀我不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你看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大哥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，立判生死。哲叔啊，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讲什么见外的话？少主，他们两人似乎准备联手。既然他们苏家要打，我们便同他们打。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那苏哲可是当年苏家第一高手。我家那个小术士有句话你讲错了。什么话？我现在还是苏家最强的。这是什么邪术？穆家的鬼虚阵法，小心！魑魅魍魉也敢在我降魔法杖面前放肆！针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哲叔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，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。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，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什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筑巢中。好。这个苏哲实力未免也太过恐怖了。毕竟，他曾经是离大家长之外只有一步之遥的男人呢。回去我就要将此事禀报给父亲。这次，我们不仅要杀了大家长，就连苏家也要连根拔起。没错，你说的没错啊。可是，想要家主下定决心跟苏家的人死战到底，似乎还缺了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你的死。睡醒了。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
哀悼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使用外的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
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 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 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 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 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。 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，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 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。 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 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。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。
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。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弟子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
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
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回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